嗨，大家好！一直有朋友催更，让我谈谈今年的珠海航展。但本届航展除了歼十6D之外，确实乏善可陈。万众期待的20家族剩下的那位也不见踪迹，实在提不起兴趣。但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1个月，重磅消息却一个个传来。其中最为吸睛的，当属一张中国下一代隐身舰载战斗机试飞的画面。此图一经曝光，立刻在全网刷屏，也让几天前刚刚出来的双座版歼20S成为了牛夫人。此图也印证了1个月前珠海航展发布会上，歼15和 FC31的总设计师孙聪笑嘻嘻的那句话并非戏言。别着急，等着吧，下一代舰载机很快就有了，今年年内就能看到。看他笑眯眯的表情，一副你们猜测的那架飞机我已经见过无数遍了。果不其然，1个月后，海飞丝终露真容，同时也让此前的2个派别，即成飞的歼20舰载版歼20H 和沈飞 FC31舰载版的争论有了结果，最终花落呼应。此图左上角的正是此次曝光的 FC31最新舰载版试飞的画面，颜色略显突兀，但绝对保鲜。蓝绿色的机体标志其为一款原型机，右下角的则为一架半飞的双座歼11S。这已经不是歼11第一次出现在新机型半飞的画面之上了。去年同样是最新航母003的标配，空警600原型机首飞时，半飞的同样为一架歼11S。主要作用是近距离摄像，观察飞行姿态，并不断为试飞员和地面提供实时信息。提到空警600就多说2句，我在此前的视频中有过详细介绍，不过去年试飞之后就没了消息。那么最近这款舰载固定翼预警机怎么样了呢？一查之下竟然也有惊喜。在10月卫星所拍摄的一张阎良西飞机场图片中，我们惊讶地发现，在巨大的运20和轰6身边竟然出现了2架相对小巧且背负圆盘的预警机。没错，这就是空警600。我们将图片放大，右边那架从涂装可见为原型机，注意机翼白色部分的最边缘应该为折叠的地方。相比较而言，我们再将上方那架也进行放大，机翼的白色部分已然不见，而且整个机体竟然被涂成了海军航空兵正式装备的海军灰。看起来在试飞1年之后，距离其正式官宣服役的时间也不远了。看到这里，可能有些人会提出疑问，为什么网友拍的空警600试飞画面那么模糊那么远，而这次 FC31的图片却如此清晰呢？很简单，大家看到的这张可并不是普通网友所拍。其实在此次试飞时，有些网友的确也拍到了，不过是这个样子。此种分辨率才是网友的手笔。那么这2张高清图哪儿来的呢？也被我找到了，竟然来自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内。这是在今年抗美援朝纪念日期间来到纪念碑下悼念志愿军烈士的场景。注意，纪念碑下面摆着鲜花、水果、白酒和香烟，而在白酒的下面，我们惊喜地看到2张图片。我们将图片放大，没错，这就是网上疯传的那2张高清试飞图，出处竟然在这儿。而照片中的这种拍摄角度和清晰度，显然不是普通网友所能拍到的，而其拍摄时间也尚难确定。我们再来仔细观察一下这张图的细节，机上的折痕非常明显，而前轮之上出现一处突出的横杆。我们将其与美国的 F-35C 进行对比，可见下面同样也有一个，这就是专门用于弹射起飞的舰载机弹射杆。以上的细节显而易见，都是为了可以登上具备电磁弹射的航空母舰而准备的。此前给大家介绍过，位于辽宁葫芦岛的星城舰载机训练基地有2条弹射跑道，左边的为电磁弹射，右边则是蒸汽弹射。而之前介绍003航母的视频中也分析过，我国的最新航母将搭配电磁弹射器。那么同样在辽宁，沈飞研制的这款下一代隐身舰载机势必也要在这里进行多次弹射起飞测试。除了以上比较明显的特征之外，有些网友还将本次试飞的 FC31舰载版与此前的版本进行对比，发现座舱的后面隆起非常明显，颇有 F-35B 肥电的韵味，进而提出质疑，我们的舰载机又不需要垂直起降，座舱后面也没有升力风扇，弄个粗脖子干嘛？这不是有 copy 肥电之嫌吗？更有研控者认为，这严重影响了飞机外形的美观。师傅，你咋知道他是厨师啊？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叫伙夫。沈飞如此设计自然有其道理，于是我又深入调查了一下。功夫不负有心人，果不其然，这些设计细节竟然出现在今年8月15日出刊的《航空学报》的一篇论文之中。我们来到《航空学报》42卷第8期，
这期刊登了很多篇论文，其中第一篇就是刚才提过的歼15的总设计师孙松院士所写，的确是大咖。我大致浏览了一下，他的这篇论文下载和浏览量都首屈一指。我想本期视频播出后，估计下载量还会更多。下面这篇的作者也有必要介绍一下，王永庆不是台塑的那位老爷子，而是沈飞的总设计师和首席专家，同时也是 FC31的设计师。而刚才提到的新版舰载机的外形变化，则主要来自下方的这篇论文《隐身舰载战斗机气动力设计关键技术》，里面提到座舱正向迎风处会产生激波，通过膨胀波降低压力后会出现逆压梯度，导致机体阻力增大，所以需要通过加高座舱脊线曲面的设计来优化逆压梯度，降低阻力。如图，红色为原始方案，绿色为加高后的优化方案。鉴于此篇论文是专门针对隐身舰载机的气动优化，而沈飞研制的隐身舰载机也只此一款，想必此次试飞的原型机正是应用了此项优化。可见这个大粗脖子设计并非什么抄袭 F35B， 而是有所本的，同时也戳破了那些自认为大粗脖子就增加空阻的谬论。在科学和专业面前，此种言论真可谓班门弄斧。除此之外，这篇论文还对进气道唇口处进行了优化，对垂尾和平尾衔接的后机身上表面做了加高优化，以及机翼后缘的反弯设计等等等等。以上种种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为舰载机的超音速巡航降低阻力。尽管由于分辨率的问题，我们单从试飞图中很难把飞机的全部细节看清楚，不过倒是可以从这篇论文中找到些许端倪。而更令人惊讶的是，本文的第一作者竟然是一位90后，毕业于清华大学，据他的自述，目前正在清华攻读博士。如此年轻，看来601所后继有人。60后的孙松、王永庆，70后的林鹏、孙志孝，80后的左林璇，90后的傅家伟，还有很多没有提到名字的代表人物。这些中坚力量都让我国的航空事业有了飞跃和传承。至于还在学校的00后，尤其是北航、南航对口专业的学生，不妨多来学习一下前辈的论文，应该对未来更有帮助。至于大家所关心的发动机，此前孙松和王永庆曾去过贵阳，目的自然就是为了新机型上舰和匹配发动机的事情。这个发动机正是由贵发所和黎阳厂为沈飞的5代机量身打造的涡扇19。不过考虑到中国发动机研制的进度往往都会滞后于飞机的服役，例如涡扇20滞后于运20，涡扇15滞后于歼20等等，而此前也并没有涡扇19出现重大进展的新闻，所以此次试飞的原型机仍然使用涡扇13E 的可能性很大。关心国产发动机的朋友不妨可以重温一下这期视频。最后，隐身性。据说这款最新的隐身舰载机将采用大量全新的材料和隐身涂料，对电磁波能进行完美的吸收，对红外和光电也有抑制作用，并将应用在歼10C和歼16这种非隐身机种上。这其实跟美国将台湾的 F16升级为 F16V 一个意思，据说也能隐形。不过中美两国隐身斗篷的配方可不尽相同，孰优孰劣，未来的台海上空将见分晓。最后有关名字的问题就不多说了，很多人都将其称为歼35，也有人称作歼21和歼31。其实现在争论这些没有意义，我们还是等待最后的官宣吧。中国这款最新型隐身舰载机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5代舰载机的国家，而双座版歼20的出现更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研制双座隐形5代机的国家。中国航天未来可期，我们一同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